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这里是 Ruby 疗愈塔罗。那3月又要结束了，马上4月就要到来。今天呢，我们就来看一看4月份大家的运势如何，会有哪些机会突破，然后又有哪些地方需要特别注意。那欢迎大家点赞、评论、订阅我的频道，与我产生更强的链接。这里有3张神谕卡。选择与你感应最强烈的一张，第一组、第二组、第3组。那我们开始选牌吧。Hello， 这里是第一组。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组小伙伴4月上旬的运势情况。那4月上旬，你可能会感觉到一股强烈的变化的能量，某些旧的状况呢正在结束，那新的机会也是在慢慢的浮现。上旬是一个突破与转变的过程，会迎来一个新的阶段。首先看到就是在4月初呢，你前期付出的一些努力会开始慢慢有所回报。那如果关乎外在的话，那你前期可能在学习、事业、财务、技能提升上面投入的大量时间，4月初会慢慢的看到效果。那如果是关乎内在的话，就是你在4月初会摆脱过去的束缚，开始用更广阔的眼光呢去看待自己的未来，不再被恐惧或者是过去的一些经历限制。你会开始相信自己会拥有更多的选择。之前曾经内心比较怀疑或者是困惑的事情呢，也在慢慢的消散当中。就有人可能是会对你自己从事的行业它的一个发展前景感到担忧迷惑，然后怀疑自己的选择是不是正确的。就有些人也可能是时常会陷入到自己的否定当中自我否定当中，会觉得之前做的一些决策都是错的，如果不那样就好了，就经常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呢，就是4月初随着外界会积极的反馈，给到你一些实质性的回报等等，你就会开始意识到自己的价值和能力，开始肯定之前自己做出的选择，自己的努力，慢慢的就走出这种心理上的阴霾。那4月上旬会迎来一个非常重大的结束与全新的开始。生活中呢，可能有些旧的模式，比如说有些人一直沿用着一个非常低下效率工作效率非常低下的一个方式，那这个方式可能就会被你果断的抛弃。所处的环境呢，如果是长期是一个非常压抑的，然后也不利于你个人成长的一个环境的话，那你也会勇敢的做出改变，无论说是去反抗、提出抗议，还是说去离开这个环境，总之呢，你会做出一些行动。还有就是消耗你的人际关系，比如说经常给你带来一些负面情绪的朋友，或者是经常给你在背后说你坏话的一些同事等等，你都会去选择结束这段关系，或者是选择去表明你自己的态度，那为你新的阶段、新的人际关系腾出更多的空间。那有的人可能或许心态上也是会迎来一次非常彻底的蜕变。那看到的是权杖骑士和宝剑6，就说明呢，你在4月的上旬，行动力会变得更加的积极主动，更加的强劲，可能会有一个关键的决定，让你走出当前的困境，去勇敢的面向新的目标或者是发展方向。有可能是会迎来一个全新的机会，
比如说是新的职业发展，或者是旅行计划等等，也有可能是一个新的关系开始萌芽。就如果说你对当前的工作感到遇到瓶颈了，没有上升的空间，就在4月上旬的时候可以尝试着去投一些简历，或者是说去了解一些新的机会。那4月上旬是一个非常适合去开拓视野，尝试更多新事物的一个时机。那看到这边切牌是一张宝剑十，所以有些人在4月上旬会从某个痛苦或低谷中恢复过来。就也许你之前是遭遇了事业的滑铁卢，或者是经历了一个感情上的重创，那段日子就是像无尽的黑暗一样，一直笼罩着你，让你喘不过气。4月的上旬，一切就是迎来转机。就虽然说这个恢复的过程还没有完全结束，但是你已经在逐渐的走出这个阴霾了，就它对你的影响已经渐渐的淡去了。那光明呢，即将到来。那我们再来看一下4月中旬的运势。来到4月中旬，能量会有一个逐渐的转变，你开始更加关注自己的内在需求，特别是情感与人际关系方面会迎来一次深刻的调整。4月中旬你可能会主动的去放下一些旧的情感、旧的人，也有可能是一段关系的结束，你会放下某种期待，或者放下对某段回忆真正的释怀，放开一些不适合的人、错的人。就你会终于鼓起勇气选择离开一段早就已经没有了感情，只剩下无尽争吵的情感。那也许是一次失败的合作关系，那从中呢，你会看清了合作伙伴的不靠谱，然后及时止损。有些人会和家人之间长期存在矛盾，就让你身心俱疲。那4月的中旬呢，你会开始去跟他们做一个，要么是做一个沟通，要么呢就是做一个远离。总之呢，就是让你自己去离开这种难过、失望的情绪当中。就之前的这些痛苦的事情、痛苦的经历呢，就像这个沉重的包袱一样。那你现在呢，正在努力的卸下它，让自己轻装上阵。那另外看到，尽管就是你在选择去远离一些事情，去抛弃一些事情，离开一些事情，但是你自己的能量是在一个稳步提升当中的，你的满足感也是在提升当中的。就你可能会发现，其实单身还有自己独立生活是非常美好的事情。就你可能是通过自我调节、自我疗愈，然后获得了一个内心上的满足、富足。有人可能培养了新的兴趣爱好，或者是养了宠物，又或者是去找到了新的一个发展的方向或发展的对象，都有可能。就总之，你是虽然离开了一些事情，但是你是会变得更好的。那当然，塔罗也是在这里会看到，就一些伤痛可能还是没有完全愈合，你只是把它藏起来了，但并不代表它不存在，所以就是没有必要去避讳它。那这是你成长的一部分嘛，就请允许自己去感受与疗愈，允许它的存在。其次是看到你在财务上面或者是事业上面会出现一些不太稳定的状况，可能之前的投资会出现波动，然后资金的收益会不如预期。那事业上呢，原本的规划好的项目也会因为各种意外的因素进展受阻。
同时呢，看到有些人会对未来的计划感到犹豫不决，难以做出选择，或者是说感觉后悔。那有的人会面临多个工作的机会，然后不知道选哪个，担心选错就会影响自己的职业发展。又或者是说，有多个工作任务，然后摆在你面前，你不知道先做哪一个，后做哪一个，然后你感觉就是每个都很重要，每个都很紧急。如果是在创业过程中的小伙伴的话，可能在这个阶段你会有很多很多想法和创意出来，有很多的方案。但是这些方案呢都各有利弊吧，就你会一直陷入一个思考和抉择当中，就觉得每一个好像都不太完美，但是每一个又好像都可行，就你会很纠结犹豫。就如果是4月中旬，你发现有些事和有些人已经不适合你了，一定要选择勇敢离开，不要留恋过去，因为看到你是在变得更好的。那再来看一下4月下旬的运势如何。4月20号左右，那这个时期呢，可能会有一些计划之外的变动。就原本你精心准备的一些项目，会因为一个市场环境的突然变化，无法按照预期推进，或者说是你期待已久的旅行，会因为一些意外的状况就不得不取消或者是延迟。就这些变数呢，导致你原本期待的某些结果就是没有顺利的发展。但是呢，太阳和圣杯3呢，又给我们带来了非常灿烂的希望的曙光。就即使说拥有这个变数，你还是会拥有一个非常开心的时刻的。可能就是在4月下旬的时候，你会跟未见的朋友相聚，大家一起谈天说地，然后一起吃饭、唱歌、看电影等等。就聚会中呢，就笑声不断，很开心。也有可能就是你会获得一个非常难得的合作机会，然后给你带来一个希望的曙光。那有些人可能会在社交环境中遇到一个心仪的人，看到一个非常让你心动的人。那看到即便是有好的机会或者是转机出现，有些小伙伴呢也可能因为过去的经历而不敢完全的投入其中。比如说你曾经在一次投资中呢遭受重创，所以说当新的投资机会摆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就会犹豫不决，然后害怕再次失败。又或者是说你曾经在一段感情中受到伤害，那当新的爱情萌芽出现的时候呢，你就内心会非常的恐惧，不敢轻易的去付出真心，最终可能因为一些心理障碍而错失良机。那也看到月末的时候，有些小伙伴可能是会跟一些旧人取得联系，也许是一个老朋友，或者是说一些曾经认识的人，然后又成为了你的同事朋友。也有可能就是你会跟你之前的恋人取得联系，然后你们之前的一些感情上的回忆又浮现在你的眼前。又或者是说过去的某个机会会再次浮现，比如说之前错过的一个工作晋升的机会，那因为公司的一个业务调整，或者是说他们公司的一个人员变动，又有了重新的空缺，那给你争取了这个机会。就4月份是要留意身边的机会的，就有些看似普通的相遇，或者是一些旧人的出现，其实呢就是上天的安排，会给你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那我们再来看一下4月份整体的有哪些好消息和需要注意的地方。那先说好消息，在财务方面，你可以看到你的
财运或者是物质生活会迎来一个非常好的增长机会，比如说涨薪、投资回报的增加、意外财富等等。那在感情方面呢，你可能会遇到一个很信任的人，你信任的领导或者是信任的导师、贵人、可靠的朋友、恋人等等，他们都会在迷茫的时候给予你宝贵的建议，帮你去度过困难。就还有一些人看到是会迎来一个事业、钱财、物质相关的一个全新的开始，可能是新的机会、新的计划，或者是新的合作，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就这是命运给到你的一个新机遇，也是能看到你是能够抓住这个机遇的，然后获得一个非常不错的发展。那4月也有需要我们注意的地方，首先呢是在情感方面，那逆位的圣杯2就可能表示有些人在某段关系中呢存在误解或者是不平衡、不平等的情况，也许是和恋人之间，你们因为沟通不畅会产生误会，导致关系紧张，也有可能是在朋友的相处之中，或者是跟同事的相处之中，你的付出与收获不对等等等，就会让你感到委屈。那这些都是需要通过更深入的沟通去坦诚的交流自己的想法和感受，才能说去化解矛盾，然后让你们的关系重回正轨。那另外呢，也是提醒你要避免过度的焦虑，有些人可能会过度的去追求完美，也有人是会对未来充满担忧，然后反而呢，你们就会忽略了当下的幸福，就为了追求你事业上的成功，为了寻求一个突破，然后拼命的工作挣钱。那有些人就是会忽略了你们身边家人、朋友、恋人的陪伴，然后错过生活中很多美好的瞬间。那4月份呢，我们第一组的小伙伴是要保持一个比较开放的心态，去积极的迎接你这个财务上的一个新机会，还有事业上的新机会，去大胆的尝试，去拼搏。那在情感和人际关系上呢，要保持真诚的沟通，遇到问题就是去及时的沟通解决嘛，不要就一直拖延，然后不要让大家误会你，从而呢影响你的整个决策和发展。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神谕卡给我们的祝福与提示是，第一个是 Deep Sea Diving， 就你可能需要更加深入的去探寻你内在的世界，就是在这个很快节奏的生活工作当中呢，往往是会忽略你自己内心的声音和想法，所以神谕卡是希望你能够有机会的话去安静下来，思考一下你自己真正内心想要的是什么，或者是说你去做一些尝试，去通过亲身体验不同的事物来获得人生的智慧。比如说你去参加一个心灵上的成长的课程，或者是说去阅读一些书籍，看一些纪录片等等，就是从这些不同的体验当中让自己沉淀下来，平静下来。那另外一个是 Uncle Healer Soul Purpose， 你是疗愈者先知，你的灵魂呢有其特殊使命。那这个就是神谕卡给到你的祝福。4月呢，你可能会发现你自己内在直觉能力增强，也许你会突然就是对某一件事情有非常强烈的预感，那这个预感往往就是很准确的，或者说是你发现你自己不经意之间呢，能够给身边的人带来安慰和帮助，成为他们心中的疗愈者，给他们呢提供一些情感上的沟通疏解。
就4月份你可能会在灵性上面会有一个很大的增长。那最后看一下神谕卡给到你的提示，还有 safety 安全 ，Don't be too proud to go back to shore， 不要因为骄傲而不愿回头。那神谕卡是在这里要提醒你，如果某个决定让你觉得不安，不要因为自尊心作祟而强行坚持。那在生活中呢，我们有时候会因为好面子，就即使发现自己的选择可能是错误的，也不愿意承认。也有可能是你已经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上面，所以呢，不愿意改变方向。这个结果往往就是导致你越陷越深。所以呢，适时的去调整计划，其实是一个在4月份来说更加聪明明智的选择，就是要懂得灵活的变通。那在4月份上面，如果有些事情被卡住了的话，可能换一个角度，换一个方向的话，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以上就是第一组小伙伴的全部信息啦，祝你们幸福啊！ Hello， 这里是第2组。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在4月上旬你会有怎样的一个运势呢？那看到我们第2组的小伙伴在4月上旬会突破内心的纠结，然后迎来一个非常关键的决策。首先呢，就是恋人牌的正位以及审判牌的正位。那这就意味着在感情上，或者说是在合作关系上面，会处在一个关键节点，可能会面临着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就也许有的人会在2个心仪的对象之间犹豫不决，然后思考谁才是真正能够与你携手走过一生的伴侣。又或者是你在一段感情之中，然后需要决定是否进一步的去深化关系，比如说你要决定是不是要去牵手结婚等等。那审判牌呢，就是更加的强化了这种抉择的重要性。可能这个抉择，这个选择不仅仅是关乎于你当下的，会对你产生一个更加深远的影响，会影响到你未来的一个发展。所以说一定要非常的慎重。那另外呢，也是显现出你在这段时间可能思维非常活跃，想法很多，然后行动力也很强，在面对问题和机会的时候呢，能够迅速的做出反应，然后果断的做出决定，并且呢，会毫不犹豫的非常坚定的朝着你的目标前进。但同时也是看到，就是如此快速的行动呢，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弊端，就你需要去留意是否会因为过于急切，然后忽略了一些细节，那从而导致你的决策可能考虑的还是不够周全。特别就是在前面提到的，如果是在感情和合作这些关系当中呢，你一定要去留意是否你的有些决定过于急躁，过于仓促了，还是我们要充分的思考一下，不要说太急躁，不要因为别人一直在催促你做决定，然后你就稀里糊涂的，然后就做了一个不是很全面很妥当的决定。那另外吊人的出现呢，可能有些小伙伴你在4月上旬会处在一个思考和沉淀的状态，那在某些问题上你可能会感觉到自己好像受到了限制，就是像被吊起来的人一样，没有办法自由行动。那这也正好其实是一个深入反思的一个绝佳时机，从中呢去汲取一些宝贵的经验和教训。通过这种深度的思考，你会逐渐找到这种解决问题的方法，会找到自己内心的答案。那也是看到权杖8代表着一个非常快速的进展。
那4月上旬，你的生活节奏可能会突然的加快，有一些事情的发展会出乎你的预期，也许是你一直期待的一个工作机会会突然的降临，然后对方就要求你尽快给出答复，尽快入职。也可能是你一直在推进的一个项目突然就是迎来了一个非常重大的突破，那之前一直卡住的那个节点呢，也一下子就被打通了，然后各项工作都能够非常快速迅速的向前推进。有人会在人际方面也是取得一个很大的发展，你和一个人的关系会迅速的升温，很快的呢，你们会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那看到4月份的主要是切牌圣杯4，在你周围会隐藏很多很多的新机会、新的可能性，但是你或许还没有意识到它们的存在。那或许是因为你一直在专注于某一个事情或者是某一个人的身上，就忽略了他们，亦或者是你内心会非常的犹豫纠结，就导致呢你对这些机会就视而不见。所以就是4月上旬还是要调整自己的心态，不要因为犹豫不决就错失良机，然后也不要因为非常的快速决定而去导致整个局面的失控。那我们再来看一下4月中旬。那4月中旬牌面呢，传递出了一种关于结束与新生的信息。那旧的结束，新的开始可能就产生在4月中旬。首先看到就是一段痛苦、压力的时期终结。那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你可能一直承受着某种巨大的压力，无论是工作上繁重的任务，或者是情感中一直矛盾冲突不断，还是说你生活上一些乱七八糟非常琐碎细小的事情都会让你感到身心俱疲。那在4月中旬呢，就这些困境会迎来一个最后的收尾阶段，你终于就是要摆脱这些沉重的负担，然后迎来一个全新的开始。在事业和财富上面呢，也是看到你的状态会逐渐的趋于稳定，并迎来新的机会，或者是有一个新的收入来源。那你在事业上的努力工作开始就是有所回报，那有些人可能会有一个晋升的机会，或者是有加薪等一些实质性的奖励，又或者是有些人的投资上面取得了一个不错的收益。那看到有人可能会有新的一些投资项目、新的收入来源，你可能会尝试着去做一些兼职，或者是开展副业等等。那这些机会都会给你带来一个非常可观的收益。那其次呢，在人际关系上面也是看到你会面临着一些竞争和挑战，特别是工作或团队合作上面可能会有争执或不同意见，需要你冷静应对。就有些人可能是在团队或者是跟那个成员的沟通探讨的过程中，会失去原本的果断和行动力，变得犹豫不决。那对于项目的执行方案，如果说你跟其他成员产生了不同的看法，可能会由于你没有及时的表达自己的观点，然后你在彼此的讨论争论当中呢，又表现得不够坚定，所以就会导致你的想法得不到充分的重视。但其实你的想法或许就是要比别人的更优秀、更全面，但是可能因为你的性格问题吧，就是不太愿意跟别人争论，不太愿意跟别人起争执，所以就导致没有受到领导的重视。那这边切牌是一张教皇逆位，那可能有些人在内心上面会有一个非常巨大的转变，开始对某些传统或者是既有规则产生质疑。那在过去你可能一直遵循着某种
固定的模式或者是固定的观念，就无论是你在你的选择、职业选择，或者是还是说人际关系处理方面，还是一些个人的价值观、个人的规划上面，你可能都是有一些比较传统的观念的。那现在呢，4月份的中旬呢，可能随着你自身的成长经历的丰富，也或者是你从某一些上面获得了启发灵感，读了一些书，看了一些纪录片、一些视频，然后你就会开始反思这些传统的观念是否是真正的适合自己，是否真正的是适合这个时代，然后你就不再愿意去盲目的去遵循他人的期望和既定的规则，而是非常渴望去突破束缚，去寻找真正符合自己内心需求的发展道路。就有些人可能你一直是从事着一份父母认为很稳定的工作，很不错的工作，但随着现在时间的推移，慢慢的发现这份工作可能无法让你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你可能觉得这份工作太无聊、太单一，又或者是你有了其他的一些想法，然后你就开始思考是否要打破这个传统的职业观念，是否要去勇敢的追求自己真正热爱的事业。就你在内心上其实是会有一个非常重大的成长。那我们再来看一下4月下旬，那看到4月下旬呢，你会放下过去的执着，然后以一个非常平和的心态去迎接生活中的变化，迎接生活中的一切。首先呢是星币4的逆位，就代表着你可能会放下过去一些一直坚守的观念或者是行为模式，尤其是在财务，然后个人价值观或者是人际关系方面。在过去呢，你可能是一直在执着于物质的积累，然后对金钱和资源呢就紧紧抓着不放，就有的人可能会有点抠抠搜搜，有点小气，或者是太过于节俭，就不愿意给自己花钱。那或者有些人是在一些关系里面，然后会一直坚守自己的立场，比较执拗，不愿意做出丝毫的妥协。那在4月下旬呢，就可能会迎来一个比较重要的时刻，你会学着放手，然后去更灵活的适应变化，去改变你之前的想法或者是做事的态度。那有人可能是一直在执着于深耕一个行业，就尽管说你这个行业已经逐渐的走向衰落了，但是呢，你就是因为害怕，或者是因为一些不安、不确定性，就一直不愿意尝试新的领域。那4月下旬，你可能就会鼓足勇气去勇敢的探索新的职业方向也好，去探索新的领域也好。总之，你是能够在这个新的方向上面寻得到一个更大的发展空间的。也有可能有些人的工作或者是公司，他突然调整了整个自己的一个业务方向，这就可能给你带来了一些挑战，可能把你安排到了不同的岗位上面去，就希望你能够去积极的适应这种变化。那在4月下旬也是看到有些人会感到压力，会感到焦虑，就仿佛被束缚在一个无形的困境中，然后找不到出路，心中还是充满了一些不安和恐惧的。但是好在你没有被这种情绪击垮，你会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然后慢慢的呢从这种压抑的状态中走出来。你或许是去跟别人求救，去跟别人倾诉这些难过困苦，也有可能就是自己去反思，然后改变思维，然后去自己疏通，摆脱困境。那看到你在4月下旬人际关系、家庭还有感情关系方面会迎来一个
更加稳定和美好的时刻。那在家庭方面呢，你与你的家人之间的关系会更加的融洽和谐，可能你们会在下旬一起度过一些非常难忘的美好时光，比如说一起的家庭旅行、聚会，然后庆祝节日等等。那在感情上呢，你与恋人之间的感情也会更加坚定，可能会迎来一些非常重要的里程碑，比如说你们一起去过生日也好，去订婚、结婚等等，就是会让你感受到真正的情感归属。看到4月下旬有人会开始认真的思考关于未来的计划，虽然这段时间可能不会有一些太大的变动，但是你会逐渐的看到自己之前努力的结果，然后开始为未来的发展做准备。比如说你可能会开始考虑着去存钱、买房，开始考虑自己的职业道路，为之后的发展提前的去做一些准备，去学习一些技能也好，去学习去提升你的这个学历也罢，就是你会为你之后的道路发展开始做准备，开始考虑，有些人可能会考虑结婚生子等等。那这边切牌是一张圣杯2，那则是要提醒你4月下旬的人际关系或情感方面还是要注意沟通的问题。那在与他人相处的时候，可能会因为沟通不畅而产生误解，还有导致你们的关系出现一个不平衡的状态。那可能你和你的恋人之间会因为一些小事就发生矛盾，然后两个人呢又没有及时非常有效的沟通，导致你这个矛盾还会逐步的升级，会影响到彼此的感情。所以说你这个时期是要注重与他人的交流和沟通的，要多去倾听别人的想法，那表达自己观点的时候也是要更加的清晰真诚，避免去产生不必要的误会。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第2组小伙伴4月份的好消息以及需要注意的地方。那首先看到你在4月份可能在职业或者是个人发展方面会获得一个稳定与指引。那首先皇帝象征着权威、掌控和稳定，那它会给你提供一个非常坚实的支持和保障，让你能够在事业上获得稳步前进。那教皇呢，则是代表着一种智慧和精神上的指引，所以你可能会遇到一位贵人或者是一位导师，然后去凭借着他们非常丰富的经验，为你在职业发展、人生规划等等方面提供很宝贵的建议和指导，帮助你少走弯路，去很快的解决一些问题，实现自己的目标。也有人呢会与家人、旧友、旧爱，或者是过去的某段非常重要的回忆去重新链接，就也许是偶然间会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一个多年未联系的老友的动态，然后呢你们会重新取得联系，一起吃饭聊天，一起度过一个非常愉快的时刻。也有可能是你会与之前的恋人取得联系，就这个人呢你一直是念念不忘的，放不下的，然后两个人呢有机会去重新审视彼此的关系，甚至有的人可能会破镜重圆，重新开始一段关系。那需要注意的方向，首先就是逆位的恋人牌，那你可能在某段关系中面临着考验或挑战，就不仅仅是说单一的感情，就是恋爱关系，也有可能是你其他的人际关系，友谊也好，团队之间的关系也好，就你们可能会与对方产生一些分歧和矛盾，需要去更加注视一下对方的感受，加强沟通和理解，去增进彼此间的信任和包容，去维护这段稳定的关系。那另外呢，
是看到你在金钱与工作管理上面要避免过于松懈。工作上可能有些人会因为取得了一些小小的成绩就沾沾自喜，从而呢放松了自己的要求，导致可能工作中会频繁的出现失误。在金钱管理方面呢，有人可能会因为一时冲动消费，看到很多便宜的东西，或者是在打折就买了一堆不需要的东西。那这样的消费呢，可能会打乱你之前的财务计划。所以4月份的你需要保持耐心、细心，去对待工作中的每一个细节，去合理的规划自己的财务状况。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神谕卡给到你的祝福与提示是：第一个 She who flows is being open to change, go with the flow of life， 就是要顺应改变，然后学会适应，随着生活的流动前进。那神谕卡是想要提醒你，在这个充满变化的4月份里面要适应变化。那适应变化要比强行控制结果更重要。生活就像这个奔流不息的河水一样嘛，你呢就在里面感受它，不要阻止它的流动，因为你没有办法预测它的走向嘛，你只能就是顺应着它的流动，然后随着它的流动去往前走，要像水一样灵活的适应环境，顺势而为。那第二个是Cosmic Ocean Current Dreams Future Realities New Begins， 当前的梦想即是未来的现实。神谕卡祝福你，现在所有的努力正在为未来奠定基础。现在的每一个小小的行动，每一次坚持和奋斗，都是在朝着未来的目标方向前进。所以说，不要轻易的放弃自己的目标，不要轻易的改变自己的计划，要坚定信念，只要你继续努力，最终就会迎来一个非常美好的结果。那最后神谕卡给到你的启示是 Voyage Set sail on new course， 扬帆起航，开启新的旅程。那这意味着你将在4月份迎来人生中的新旅程，就无论是说你一个心态上的变化，还是说工作上、生活上、感情上的变动，你都要去勇敢的迈出第一步，然后去积极的迎接这些新的变化，就像一个勇敢的航海家一样，驾驶着你的船只驶向一个未知的海洋。虽然前方可能充满了挑战和不确定性，但肯定也是有无限的可能和惊喜在等待着你。那以上就是我们第2组小伙伴的全部信息啦，祝你们幸福啊！ Hello， 这里是第3组。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3组小伙伴4月上旬的运势情况。那4月上旬，看到你的情绪可能就像4月多变的天气一样，起伏比较大。在人际关系方面，可能会对某些人或者是事物产生不确定感，也许是与朋友之间的相处，原本亲密无间的关系，会让你感到有一些疏远和陌生。你开始怀疑这份友谊是否如从前那样纯粹美好，又或者是在感情领域，你对另一半的行为和态度产生了诸多怀疑。你们2个人之间会产生信任危机，那这种不确定感呢，也会导致你内心会
会有不安和失望。那这里愚人的逆位则代表着有些人会变得畏手畏脚，失去了原本那种所具有的勇敢无畏、敢于冒险的精神。那4月上旬的你呢，可能会因为害怕冒险而畏缩不前，那面对新的机会和挑战总是犹豫不决，担心自己一旦迈出那一步就会陷入到一个未知的困境里面。那切牌吊人也是，就是进一步的去表明你自己也感觉到自己的行动受到了限制，仿佛是被无形的绳索给束缚住，无法自由的施展拳脚。那你会尝试着去改变自己这个心态，或者是工作方法、生活方式上面的不同，然后从另外的角度去切入，解决当下行动受限的这个困境。那权杖10和权杖6都是逆位的，则表示呢，你在某个计划或是责任上承受着一个巨大的压力，这个压力已经超出了你的负荷范围，让你感到疲惫不堪。你就像是一个背着沉重行囊的旅人，在艰难的前行，却始终看不到尽头。而且你可能觉得你自己在这个计划中付出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心血，但是呢，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那你在这个追求目标的过程中，已经被这些责任和压力压垮了，曾经的自信和成就感也会在压力中逐渐的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你自己的怀疑和迷茫。可能你为了完成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在连续的加班，然后付出了很多的努力，但项目结束之后，你并没有得到领导和同事的充分肯定，那这就会让你自己对自己的工作价值产生怀疑。但看到这个状况在4月10号左右会有所好转，可能是有新的机会、新的项目，或者是新的灵感，亦或者是你个人上的一个突破。你需要在选择和调节中找到平衡，就你可能会迎来一个新的开始，或者是产生一些新的想法，想要去发展一个兴趣爱好，或者是找到一个新的目标。那在面对这些新机会的时候，你需要去平衡你现在的生活，因为你的生活可能会因为这些新变化而变得忙碌起来，所以你需要合理的安排时间和精力，既要抓住这些新的机遇，又同时兼顾好原本的生活和工作，去确保一切能够有条不紊的进行。那如果是你在工作之余突然对绘画呀、健身啊、骑行等等产生了一些兴趣，但是你的工作又非常的忙，非常的繁重，那就需要你去合理的规划时间，不要让自己变得手忙脚乱。那我们看一下4月中旬，那进入4月中旬，你将逐渐走出之前的困境，迎来新的稳定与发展。4月中旬呢，你的事业或者是财务状况呢会逐渐的趋于稳定，事业上你会更加注重工作效率和效果的提升，去努力的去钻研学习，提高自己的专业技能，制定一个详细的工作计划，并按照这个计划有条不紊的推进工作。可能在职业规划或者是事业发展上面你会逐渐形成一个较为清晰且落地的长远目标。那在财务方面，你也会尝试着开始计划进行储蓄和投资，不再像以前那样就是会盲目消费。你会学着去权衡利弊，选择适合自己的投资方式，为自己的未来积累财富。那在人际关系和职场上呢，可能之前曾经存在一些冲突和压力，正在逐步的得到缓解。
曾经激烈的竞争和冲突已经逐渐平息，你不再需要像以前那样为了争夺资源，或者是为了证明自己而与他人针锋相对。那些曾经让你感到很痛苦、压力很大的事情，那在4月中旬就会接近尾声，你就终于可以摆脱这些困扰，然后松一口气，不再像以前那样焦虑和紧张，能够以更加平和的心态去面对生活和工作中的各种问题。另外，看到4月中旬，你的一些想法或者是对某些事情的看法会变得更加的清晰，内心的迷茫和不确定性正在逐渐消散，你开始能够看透现象的本质，而不是被表面事物所迷惑，能够去理性的分析问题，然后做出明智的决策。有些人呢会更加的理智，不像以前那样盲目跟风，而是能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内心需求，然后做出适合自己的选择。比如说在买东西，面对众多的选择的时候，你不再仅仅是听信于导购的推销，买一些华而不实然后没有用的东西，而是你能够去货比三家，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产品。它或许不是最贵的，但它一定是最适合你的。另外看到4月中旬的话，也是一个学会保护自己、建立界限的时期。那有些人可能之前经历了一些让你失望的人或者是事件，那这些经历呢，会让你深刻的认识到人性的复杂以及现实的残酷。那到了4月中旬，你就会拥有足够的能力和勇气来保护自己，不再轻易的受到伤害。你会在感情和人际交往中变得更加谨慎，然后学会与他人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建立属于自己的界限，不再轻易的相信别人。那如果是有人试图侵犯你的权益，或者是干扰你的生活的时候，你也能够坚定的说不。那4月下旬，牌面展现出的信息是充满了温暖和力量的，那预示着你将在人际关系和个人发展方面迎来不错的机遇和突破。你可能会与一个旧人重新取得联系，或者是回忆起过去的某段关系，亦或者有人会和家人朋友团聚聚会聊天，就是这种与过去重新链接的方式呢，会给你带来一种熟悉和温暖的感觉，让你从中呢恢复动力，然后汲取力量。另外呢，你的行动力将会在4月的下旬达到一个巅峰，在行动中呢，你会变得非常的自信，然后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和智慧，特别呢是在事业和个人发展或者是创意方面，你可能会有一个突破性的进展。可能有人会提出一个极具创新性的项目方案，得到领导和同事的认可。那在个人方面，你可能也会决定学习一些新的技能，然后如果说是比如说是编程、摄影等等之类的。那这里看到教皇的逆位呢，就是要提醒你不要被传统的框架或者是社会的期望所束缚。就是我们在这个多元化的时代嘛，就每个人都还是有自己独特的价值和生活方式的。你要勇敢的去打破常规，追求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东西，不要是因为害怕别人的眼光，或者是遵循所谓的传统观念，就一直在压抑自己内心真正的需求和想法。那4月下旬就是一个放下顾虑、勇敢尝试的好时机。那你可以在这个时候尝试着去建立属于自己的价值体系和自己的生活方式，为自己的人生负责。另外看到你在
追求成功的同时，也要关注自己的身心健康。4月下旬，可能有些人会有一些身体上的不适，或者是心理上的问题。就你呢，是一个拥有着强大的力量和勇气的人，所以很坚毅，能够去通过自己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挑战。但是有些人可能过于执着于物质或者是事业工作上的成就，所以往往就是忽略了自己的身体健康，还有自己的心理健康。那我们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还是要合理的安排工作和休息时间，注意饮食健康，然后适当的进行运动，保持一个积极乐观的心态。那切牌是星币3的正位，就显示着4月下旬，你的努力呢会逐渐的获得他人的认可，特别是在一个团队合作或者是事业发展方面，你所做出的贡献会被更多的人看到，然后你的努力和付出呢，也能够得到团队成员或者是老板、领导的一致认可。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整个4月份将获得的好消息以及需要注意的地方有哪些。首先呢，看到你将摆脱过去的限制，踏上新的征程。有些人可能会去旅行，或者是去参加一些能够放松身心的活动，去拓展视野，结识新朋友，开启一段全新的人生体验。又或者有些人会搬家移居，来到一个新的城市或新的环境中生活。在事业上也是，可能会有新的合作项目或者是计划，能够迅速的发展，很快速，为你带来更多的空间和可能性。所以如果是有人要打算换工作的话，那你4月份可能会迎来一个非常不错的工作机会。另外呢，4月份的你将会拥有更大的掌控力和影响力。在这个月你能够轻松的掌控各种各样的局面。那4月份你是适合发展新的专案，无论是创业的项目，还是学习新技能，开展新的兴趣爱好，你都能够获得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可以充分的去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展现自己的才能。就4月份你能够在各个领域当中呢都脱颖而出。那需要注意的地方是，在人际关系中还是会出现一些误解和沟通不清的情况。你在沟通的时候可能会缺乏一些理性的思考和清晰的表达，导致对方会误解你的意思。另外呢，你可能处于一个领导的地位，或者是团队中的一个核心成员，那你可能在处理人际关系问题的时候呢，出现了一些不公平、不公正的情况，从而呢引起了团队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所以4月份呢，你需要特别的注意自己的表达方式，在与人沟通的时候要尽量的保持冷静和理性，那去清晰的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想法，避免产生歧义。那另外呢，在处理人际关系的同时，也是要秉承着公平公正的原则，去尊重他人的意见和感受，避免因为自己的主观偏见吧，然后伤害到别人。可能有些人平时说话的时候语速过快啊，你可能也要注意一下，可以放慢语速，去清晰的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观点。那看到有些人在4月份在财务上面可能会有一些混乱，会面对各种选择的时候感到迷茫和困惑，不知道怎么选择才好，可能会陷入到一些过度消费的陷阱里面，买很多不必要的商品，
也许是看到那种有打折的折扣，你就会冲动的消费。所以你需要重新评估一下自己的收支情况，然后制定合理的财务预算。尽量避免盲目消费和冲动投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神谕卡对你的祝福和提示。第一个是 Plunge, don't hold back, it's time, go for it, diving. 就不要犹豫，那现在呢就是一个行动的时机。4月份你会遇到很多的新的挑战和机遇，那你站在这个新机会的门槛上是充满了力量，充满希望的。那无论是在事业上萌生的创意，还是生活中突然出现的一个新契机，那神谕卡都是给到了你一个非常美好的祝福，能够为你带来一个非常不错的发展。也许你对学习一门新语言充满向往，那4月份就是报名然后开启学习旅程的一个绝佳时刻。或者是工作中呢，你有一个非常大胆的想法，那也不要害怕。4月份呢，去果断的向领导阐述你的想法，或许你就会获得一个领导的肯定。那如果是你一直心中有一个心动之人，也不要犹豫，我们大胆表白，可能人家就是已经对你倾慕已久。4月呢，是勇敢踏出舒适圈，迎接新机会的一个非常好的时刻，所以就不要让犹豫和恐惧来阻碍你的成长。那还有一个是 Mother of the Saltwater, Passion, Wild Love, Open your heart, let love in. 那敞开心扉，迎接爱。在4月呢，你极有可能会迎来一个新的情感体验，就无论是一个很浪漫的爱情，还是说珍贵的友谊，还有就是一段比较轻松愉快的同事之间的关系，都会在4月得到一个发展和深化。如果有些小伙伴你现在是单身的话，那4月份不妨多去参加一些社交活动，然后以开放的心态去结识更多的朋友，说不定呢，就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你就是跟那个人，那个对的人目光交汇，然后开启一段甜蜜的恋情。那如果是已经有伴侣的小伙伴的话，那在4月这段过程中，这段时间里面，你们也是很适合去跟对方进行一个深入沟通的，去多聊一聊，然后去分享自己内心的想法，增进彼此的感情。那对于呢身边的朋友、家人，也是可以去更加用心的去维护关系的，因为你们可以在他们的身边获得很多温暖的力量。那再看一下神谕卡给你的建议以及4月份的指引是 Stress, stay afloat and feel steady and calm， 就是要保持稳定与冷静。那在4月份看到你难免还是会遭遇到一些挑战的，可能是工作上面一些比较棘手的问题，或者是生活中发生的一些突发情况。但是看到你是拥有着足够的资源，拥有着足够的能力和智慧去应对这一切的。所以说，当遇到困难的时候，就不要惊慌失措，要先让自己冷静下来，去理性的思考问题。那你就会发现，有些看似好像很困难、难以跨越的障碍，最终还是在你的坚持和努力下会被解决掉。那以上就是第3组小伙伴的全部信息啦，祝你们幸福啊！